家好，我是莹莹。不知道呢，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最近的天气变化越来越大。上一秒呢还是太阳高照，超级无敌霹雳热，可是呢下一秒呢就突然狂风暴雨，像是电影《世界末日》时会出现的那种闪电打雷的情境啊。有越来越多的树木呢就被大风吹倒啦，甚至呢有土崩啊、水灾的事件频频的发生。你有没有想过呢？这一切的发生呢，竟然也跟我们的浪费食物有关系？没有想到吧？好，我们今天慢慢跟你说。上几集呢，我们就有聊到呢，马来西亚成为了世界食物浪费大国，平均啊，每一个人每年都会丢掉253公斤的食物垃圾。你可以想象啊，253公斤的量到底有多少吗？那我们每18天呢浪费的这个食物呢，其实就能够堆起了一座双峰高塔。那这并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数字哦。但是可能你听了之后，你会很好奇啊，那食物浪费到底怎么样子去影响这个极端的天气，甚至还会造成灾难了呢？当中的关联到底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食物浪费和我们的天气的这个关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怎么做，一起来减少食物浪费。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在还没有好好开始聊之前呢，我先要来考大家。那之前呢，关于这个垃圾的影片呢，你们都已经看了没有啊？请问呢，我们的垃圾桶里面最多的是什么垃圾呢？5、4、3、2、1，回答。没错，答案是食物啦。那不相信的朋友呢，你可以现在呢暂时呢听完我讲这一句话，就暂停你的这个影片，去翻翻看你自己的这个垃圾桶是不是食物的比例是最高的。那这些食物垃圾里面呢，除了有水果皮啊、骨头等等的厨余，还有的就是我们吃不完，最后呢只好丢掉的剩菜剩饭。那这些食物被浪费掉，丢进垃圾桶之后，会送去哪里呢？大部分其实都是会送去垃圾掩埋场的，埋在泥土里面度过它的余生。也就是说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这些被我们浪费掉的食物就会开始发挥它们的影响力，来改变我们的天气。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 FAO 的数据，全球每一年浪费掉的食物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是高达44亿吨。如果呢把这些食物看成是一个国家，他们可是相当于世界第3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第1名是中国，第2名是美国。可见呢，我们浪费食物呢对天气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大。食物浪费呢，释放最多的温室气体是甲烷，它是一种呢非常强大的气体，可以有效的吸收地球表面反射回来的红外线辐射，这样子呢就会加剧这个温室效应。它的暖化效应呢是2氧化碳的80倍，所以短期之内呢会让全球暖化更加的严重，导致极端的天气就会越来越长的发生。不是越来越热的天气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暴风雨，或者呢是持续很久的大雨，造成了水灾、土崩等灾害。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呢？2021年12月，全国各地不是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吗？可能受影响的地区的朋友呢，就会历历在目。那一年的这个洪水至少影响了11个州，疏散了这个40万人，不只是让很多人的财产的损失惨重，还造成了大量的农作物受损。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估计，单是农业在那时候就损失了9000万马币。当时候水灾摧毁了大量的农田，尤其是蔬菜、水果还有禽类等等的农产品的供应都造成了影响，导致隔年的农历新年还有斋戒月的粮食短缺，蔬菜的价格呢还因此供应不足上涨了30%。食物浪费呢已经不只是食物浪费的课题而已哦，它还是一个环境和社会问题。当我们在浪费越来越多的食物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甲烷。那有越来越多的甲烷产生之后呢，就会容易引发更多不稳定的天气，影响环境的变化，最后呢造成了灾难，对我们的生活，尤其是食品安全还有粮食供应呢，是造成严重的影响的。这完全就是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所以我们要来一个小小的总结，为什么我们要减少食物浪费呢？第一，减少食物浪费呢，是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缓解气候变迁的影响。
每一个人的行为虽然很小，但是累积起来的浪费行为呢，可是真的非常的可怕的。毕竟我们马来西亚人每18天浪费掉的食物呢，是可以多一个双峰塔这么高的嘛。所以减少浪费食物呢，至少可以减少送去烟霾厂的垃圾量，这样子呢，就可以减少甲烷的产生啦。明眸。第二，减少食物浪费呢，可以节省资源，提高我们的粮食安全。那每一块呢，我们看到很好吃的食物背后，其实都是大量的土地、水资源还有能源的投入所产生的。如果呢能够减少食物浪费，这就能够更有效的利用这些资源，确保我们的粮食供应，提高食品安全。第三，减少食物浪费呢，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根据统计每年因为食物浪费而无法送到需要人手中的食物呢，足以养活18亿人。如果我们能够珍惜食物，把剩下的食物呢捐赠给有需要的人，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解决饥饿的问题。那既然我们都知道了食物浪费对环境还有社会的影响，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你是不是想知道呢？那到底其他国家有没有一些很有趣和很值得学习的案例让我们参考呢？英国呢是第一个国家提前实现联合国2030年永续发展目标第12.3项，将食物浪费减半的国家。他们推动了这个 Love Food Hate Waste 全民运动，推广大家呢如何做好食材的管理，像是提供剩食食谱或者是食物分量计算机，让大家呢可以更加容易的去控制食物的分量，减少浪费。那除此之外呢，政府也制定了政策和指标，如减少食物浪费的路线图，还有强制企业定期报告减少食物浪费的这个情况。有许多超级市场呢也纷纷的响应，开始呢就在一些产品上不再标注有效日期 Best Before， 来鼓励消费者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这样的措施呢，竟然还真的减少了大量的食物浪费哦。这也证明了所有的单位，像是政府私人企业还有非政府组织，如果真的是合作起来的话呢，真的是可以解决食物浪费的问题的。再来就是法国，你知道吗？法国呢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呢把食物浪费定为非法的国家。他们禁止把还可以吃的食物丢进垃圾桶，尤其是要求大型的超市必须和非政府组织或者是食物银行签订协议，把卖不完的食物呢都捐助出来，或者是作为动物的饲料或堆肥。这样子做呢，不单只是减少了食物浪费，还可以帮助解决社会的饥饿问题。还有一个非常厉害减少食物浪费的国家，你知道是哪里吗？排第3的居然是欧巴的国家——韩国。想想也是啦，我们每次吃东西拍戏的时候吃很大口。不是啦，其实呢，韩国是全世界数1数2，从90年代开始呢就减少食物浪费的国家，一直到现在呢也取得非常成功的成绩哦。每一年呢可以达到近100%的食物垃圾回收。除了禁止食物垃圾送到烟霾厂，他们还运用这个 RFID 系统不是给你过透，而是放在垃圾上，在每一个家庭的垃圾桶上面呢安装了这个感应器，实行按量收费。也就是说，你丢多少的食物垃圾呢，你就要付多少的钱来进行处理。丢越多，你就要付越多的钱。那根据食物垃圾重量来计算的，所以呢，这样的措施呢，真的非常有效的减少了食物浪费的问题。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啦，如果马来西亚要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你看一下你家里的垃圾桶，你需要付多少钱这样子是不是就不敢乱浪费食物了呢？好，那除了国家层面的这个行动作为贡献最多食物浪费的消费者端，就是咱们又可以怎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减少食物浪费呢？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几个 tips。首先呢，要从改变我们的购买行为开始，源头购买。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不要再冲动消费了。看到喜欢的美食呢，就买买到很爽，这样是不是买的时候就已经很开心了？那大家呢，其实就可以一起先来做一个练习。你呢，每次要去买东西之前呢，就提前做好计划，合理的估计自己或者是你家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和需求，买适量的食物，这样子呢，就不单只可以减少浪费，还可以省你的钱。再来呢，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妥善的保存食物。很多人呢，买了食物之后呢，就因为不知道怎么保存食物，而导致食物都过期而坏掉。这是一个不必要的食物浪费。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密封的容器、正确的冷藏、冷冻等等的方式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限。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善用我们的剩食。很多人呢在煮饭的时候呢，都会剩很多嘛，然后呢剩掉的食物呢吃不完呢就会直接丢掉，其实呢都是很浪费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多多发挥我们的创意，善用这些剩下的食物呢，变成一道新的菜式，或者是成为下一餐饭的食材。例如把它做成汤啊、炒饭啊、沙拉等等，不单只是可以减少浪费哦，还可以更丰富我们的餐桌。最后的最后，如果呢还是没有办法真的产生了食物厨余的时候呢，你可以做的就是回收制作成有机堆肥，不单只是可以避免把食物垃圾送去掩埋场变成甲烷，还可以把这些食物呢变成植物的天然养分，还可以把这些食物呢变成植物的天然养分，实现真正的循环再利用。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聊了很多跟食物浪费还有极端天气的内容。浪费食物呢，真的不只是浪费食物这4个字那么简单而已，还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引发水灾啦、土崩等等的灾难。最后呢，就会导致我们的粮食危机，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减少食物浪费呢，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做一些小小的改变，虽然看起来很小，但是每个人的小改变都累积起来的话，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哦。如果你有什么减少食物浪费的技巧呢，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呢，跟我们分享分享。减少食物浪费呢，不单只是可以减缓气候变迁的影响，还可以呢节省资源，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们一起来行动，那从自己做起，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吧。其实这一集我真的是录到很心虚，因为我很喜欢买，我一看到食物我就会买。我承认，好，我们一起努力好吗？答应我。好啦，我觉得很多事情呢都不是一步到位的。那起码我们现在先发现问题，然后呢我们就面对它、解决它、放下它，什么身心灵的课。好，希望今天的这支影片呢，可以让大家联想到，原来食物浪费跟我们的环境变迁呢是真的有所关联的。那之后我们再看看怎么样子去做改进吧。我是莹莹，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每个礼拜3跟礼拜6都会上在一支跟马来西亚的文化、社会历史相关的这个内容的。如果你喜欢我们做的内容呢，请留言让我们知道。点赞，然后分享出去。当然最好的话，每个月可以1杯奶茶的钱，你不用真的买奶茶哦，那是以免食物浪费和变胖哦。你就是1杯奶茶的钱就可以支持我们做更多的影片，走更远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